我是静香，圣诞节快到了，祝大家圣诞快乐！新移民或者留学生来到加拿大，第一天要做的事是什么？搞个庆祝新生活的 party， 找个西餐厅大搓一顿，还是海边走走看看阳光、沙滩、美女？肯定都不是啦。正常人肯定是先去办张当地的手机卡啦，然后去银行开个账户啦。不办这两件事，做点啥都不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加拿大的银行8个会令你震惊的地方，有点夸张啊。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第一项 Bank Visit， 走进银行办业务。在中国呢，去银行办理业务是需要取号的，对吧？而且不同的业务呢是不同的队，比如贷款业务、开户业务、理财业务，这3个业务会对应着不同的号区。就是说，如果贷款业务目前有小甲、小乙2个人排队，开户业务有A B C D E F G 7个人排队，那么如果这9个人同时走进银行，很可能在20分钟之后，银行又来了办理贷款业务的小丁、小雾。小雾都办完了业务，但是 G 呢还在排队等待办理开户业务。这样的操作对于银行来说是效率更高，因为一个人办理同样的业务，技术会更精进，也会更有效率。但是对于顾客来说就有点不公平了。在加拿大呢，只分2条队，一条个人业务，一条对公业务，所以所有办理个人业务的客人都只排一条队，哪怕100个开户的后边排了一个办理理财的，那么第101个才会轮到这个办理理财的了，也算是公平吧，先到先得嘛。但是啊，这也是根据国情决定的，因为加拿大人口呢本身也就是3700万人，所以同时去办理银行业务的人呢也没有几个，基本前面有7、8个人就算多的了。在加拿大，大多数银行是不用取号的，就是站着排队，够复古。但是在加拿大办理银行业务，你不用填写任何表格，就是把 debit card 交给 teller， 输入密码就好啦。第二项 online transfer 汇款转账。在中国呢，如果你想给对方的银行账号汇款，需要知道对方的名字和账号。但是在加拿大呢，如果你想给其他人的银行账号汇款，你无需知道对方的名字，无需知道对方的账号，你只需要跟对方要一个跟他们银行账号绑定的 email 就行。比如我要给胖虎汇款，我就会跟胖虎要一个 email，比如是胖虎 @momo.com， 然后在我手机银行的 app 里点 e-transfer， 输入汇款金额，输入这个邮箱和简短留言就可以了，点个发送键，胖虎就立刻收到我给他的钱啦。如果你怕汇错人，你也可以给你的 e-transfer 设置一个密码，对方收到你的邮件后，输入密码呢才能收到汇款。根据不同的银行和你所注册账户的政策，你的 e-transfer 可能是免费的，也可能会收取少量的服务费。第3项 account types 开户账号类型和新移民独享的银行开户优惠政策。在中国开设银行账户，最基本的就是开设一个活期存款账户和一个定期存款账户，而且这2个账户呢对应的是不同的账户号码或者是不同的卡号。但是在加拿大呢，你用你的名字开设一个账户后，会得到一张 debit card， 也就是银行卡。在这张银行卡下边，你可以开通一个支票账户 checking account 和一个储蓄账户 saving account， 或者再加一个加拿大比较常用的 TFSA 免税储蓄账户。这3个账户都是使用同一张卡，同样的卡号登录银行系统的，但是这3个账户又分别会有不同的账户号码。举个例子吧，我有一张 BMO 银行的 debit card， 卡号是123456778，我在这张卡下边开设了支票账号和储蓄账号，支票账号的号码是987600，储蓄账号的号码是987611。但当你登录手机银行或用电脑登录时，输入你的123456778的卡号和密码就可以登录这2个账号了。但如果需要国内的家人汇款，就要提供987600的号码了。你会不会觉得支票账户听起来很高大上啊？是不是得天天揣着一本支票在身上，没事儿签一签啊？在国内对公业务才会用到支票啊。其实这边的支票账户就是日常的 daily account， 相当于国内的活期账户的功能。如果你没有办理信用卡，那么日常的付款，比如买张电影票啊，就可以刷这个支票账户付款了。而且在加拿大呢，公司支付员工的工资也是用实体支票或者直接转账到支票账户的形式支付的。你会不会觉得如果别人给你支付支票，还要跑一趟银行存支票很麻烦？但其实呢，很多银行的手机服务都推出了拍照存储支票的功能。
就是你拍下支票的正面，然后在支票的背面写上 Deposit Only， 再拍张照，并输入你的支票金额就搞定了。支票你还可以留着备用收藏。还有一点，在 checking account 里存的钱是不会有任何利息的，哪怕你存了100万也不会有利息，只有存入 saving account 才会有利息，当然利息呢也特别的少，大概2%左右吧。既然提到开户，那今天我就介绍一下 Bank of Montreal 推出的针对新移民的银行开户优惠政策吧。在加拿大，大多数情况下，5年以内的移民被定义为新移民。作为新移民，政府和机构为了让他们能尽快适应及融入加拿大这个国家，会提供一些额外的新移民独享的优惠和福利。以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拥有200多年历史的蒙特利尔银行为例， Bank of Montreal 在今年的10月1日到明年的1月4日，为新移民提供了专有的 BMO New Start 计划。通过这个计划，新移民可以得到近600加币的优惠。第一项，如果介绍家人开户，通过 BMO 的 Family Bundle 可获高达350加币的奖励。刚来加拿大，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能省就省点，能多挣点就多挣点吧，反正都是需要开户的，与家人共享开户优惠，何乐而不为呢？第二项，这项计划可免掉为期1年价值55加币的小型保险箱费用。大多数新移民来加拿大开始都是租房的，那么重要物品放在房间里就不那么安全了，尤其是和室友一起住的人，像是珠宝啊、手表啊、学校证件、重要证件等，所以保险箱对于新移民来说还是很实用的。第三点，通过 BMO 的 New Start 首年可以免月费。现在假设每月的月费是15.95加币，一年12月就可以省下191.4加币。第四点，通过 BMO 的 Family Bundle 还能让家人免付日常理财费用。总结一下，开设 BMO 的这个 Performance Plan 支票账户，一年竟然可以省下596.4加币。省下的这么多钱，放在加拿大能买点什么呢？你能买到298杯中杯咖啡，或者是32G 的平板电脑。反正刚来加拿大都是需要开户的，同时给自己赢得一些额外的奖励，不是更好吗？提醒一下，这项开户优惠计划是限时有效的，有效期为10月1日到明年的1月4日，而且各个家庭成员之间的账户信息是独立且保密的，大家的隐私呢也可以得到保障哦。申请这项计划的网址和一个编有详细说明的中文微信文章的连接，我也放在描述栏里啦，新移民一定不能错过哦。第四项，交易手续费 Fee on Transaction。刚才我们说到了 Checking Account 和 Saving Account， 在你做日常消费时，比如去超市买个菜啊，咖啡厅买杯咖啡啊，如果你用 Debit Card 付款， POS 机上呢会显示2个选项让你选择，一个是 Checking， 一个是 Saving。 这时你一定要选择 Checking， 因为如果你选择了 Saving， 你还要为这笔交易支付额外的手续费，大概5加币左右吧。第五项，携卡旅行小 Tips。 如果你需要离开所居住的省份，比如离开加拿大安大略省去魁北克省旅行，或者去国外旅行，千万别忘了提前给信用卡公司和你的银行报备你的旅行计划。如果你不报备，在非申请地使用，你的银行可能会认为你的信用卡或者银行卡被盗了。大多数情况下，信用卡可能还好，他们会给你打电话过来确认你的上一笔异地消费是不是你本人刷的卡，你确认后呢，就可以继续使用了。但如果是使用银行卡，也就是 Debit Card 购物或者取钱，很可能银行会直接把你的银行卡冻结。我有一次经历呢，就是我在 BC 省温哥华申请的银行卡，然后去安省旅游，结果在安省的 ATM 机取了一次钱之后，我的 Debit Card 就被冻结了，打电话跟银行申诉才重新开通。这其实也是对银行卡持有人的一种防护措施吧。第六项，持有信用卡的数量。去年我回国出差的时候呢，发现出门是完全不用带钱包的，带个手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日常支付功能，甚至连乞讨人士都有2维码摆在地上让你扫码给钱。所以银行卡和信用卡基本就很少使用了吧。但是在北美呢，信用卡仍然很盛行。为什么呢？我在这个视频里也提到过，在北美，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都非常重视一个人的信用度，而且信用度呢和个人生活密切相关。买房、租房、买保险都需要调查你的信用度。如果你的信用分数很差，很可能无法贷到你的理想额度，甚至去租房的时候呢，房东都会需要你提供信用记录。所以维持良好的信用度在加拿大那真是太重要了。拖欠额度、频率、时长都会影响信用分数，建议消费时都用信用卡付款，但使用额度
尽量控制在信用卡额度的30%以下。一张信用卡的信用额度是有限的，所以你也可以申请多张信用卡。虽然申请多张信用卡在短期内会降低你的信用分数，但又等于提高了你的总的信用额度，可以让你的信用额度使用比例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所以长期看来又是正面影响。还有啊，手头的信用卡呢，偶尔都要用用，长期不用的信用卡不会被计入信用报告的。第7项 ，Visa 卡和 Mastercard 的对比。那么信用卡申请 Visa 好还是申请 Mastercard 好呢？建议各申请一张。原因之一刚才提过了，出于信用分数考虑，申请2张以上的信用卡才会让你的额度使用率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原因之二呢，是因为 Visa 和 Mastercard 是2个公司，不是所有店面都同时接受这2个公司的信用卡付款的。比如北美人民都喜欢的 Costco 就只接受 Mastercard 付款，却不接受 Visa 卡付款。第8项，跨行业务。在中国呢，如果你想跨行取款，是会给你几次免除手续费的机会的。但是在加拿大呢，如果你跨行取款，那么哪怕你就取了1次，也是要支付一定手续费的。听了以上8点，你震惊了吗？震惊了吗？啊，没有啊？好吧。无论你是正在办理移民，还是已经来到了加拿大，希望我提到的以上8点呢，可以帮到你。还有别忘了利用你的新移民身份的机会，申请 BMO 的 New Start 计划，会帮你省下很多钱哦。留着多给家人买点圣诞礼物、新年礼物吧。我是静香，愿意与你分享北美生活心得。喜欢我的视频就请点赞、订阅并打开通知小铃铛吧。下周呢，我会和我的女朋友推出一期圣诞特辑，会展示静香一直隐藏的另一面哦。